哎呦，杨队长来看病人呐？本来是送东西的，然后顺便看看田勇。啊，怎么样？感觉还好吧？夏初。啊，到。做一下病情陈述。病人田勇，年龄32岁，因为左胸腔是中弹，在伊萨亚联合医疗队接受了开胸手术，子弹已被取出，术后2天从伊萨亚转送至本院 ICU， 经过药物治疗之后情况良好。目前病人血压120/80，心率平稳，胸腔和心包引流管通畅，引流量24小时引流100毫升。那下一步该做什么？复查心脏彩超、胸部 CT、血常规凝血全套，看胸腔和心包引流管引流量是否减少，颜色是否渐转清亮，考虑是否在近期予以拔管。应该说，恢复得很不错。张医生，这田勇不能有什么后遗症吧？你现在有什么后遗症吗？哎，夏初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他就是在伊萨亚我跟你提过的那个伤的比田勇还要重的军官。现在都2毛1了吧？嗯。首长，久仰大名。我俩认识。你俩认识啊？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呢？其实也不太算认识，就是之前在伊萨亚被挟持的时候打过照面而已。对，我想起来了，解救人质的是你对吧？那你俩认识，怎么还这么客气呢？不知道啊，回来还见过好几次呢。有什么渊源吗？没有。啊，他说没有就没有。好，那行了。田副队长病情有什么问题，以后啊，你就找夏医生吧。没问题。好了，下一个病房。梁木泽，你刚才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了？你知不知道你刚才说的那些话，会给我招惹很多的麻烦？我都说了实话了。你傻白甜啊！不知道怎么面对流言，那是你的问题。梁木泽，现在不叫首长了是吗？夏医生，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你觉得这种用人朝前，不用人朝后的鸡贼人生观适合你的话，那你就继续发扬下去，我管不着。但是我跟你说过，我喜欢简单、直接。认识你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儿，我也没有必要为这件事撒谎。所以，如果你愿意演，那你继续演，我没有义务配合你。不对呀。不对什么？你不是特种兵吗？怎么了？特种兵的人设难道不应该是高冷炫酷、不善言辞的硬汉吗？怎么到你这儿人设就垮了呢？像你这么多话，万一要是接一个几天几夜埋伏狙击的任务，不让说话，不能动弹，那岂不能逼死你？搬家的时候，把所有东西都给我带走。梁队啊，过来吃饭呢。饱了。你手机之前是问我借的，对呀，但我没有。我觉得是那2句话给他送过来的。有事儿吗？我打赌，你穿的鞋子跟军装是那位梁军官给你送来的吧？当然不是。他在追你啊？怎么可能？哎，你们好不好？怎么可能？他好像跟张医生很熟的样子。我怎么知道？所以当初你能去伊萨亚参加那个国际医疗项目的培训，是他替你向张医生打的招呼吧？
来，让我们看看，没准儿啊，会有比这更好的房子呢。本宫不走，本宫就喜欢这儿。只可惜，这满屋子的精致，才刚有点家的样子。哎，不想了，不想了，不想了！biu biu，记忆删除。找房子，找房子，加油！喂，你好，夏医生，我是罗小军的妈妈陈梦真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啊，您好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是这样的，这2天小军总是说胸闷，今天下午还在学校昏倒了。我在想，是不是因为上次撞了头留下的后遗症啊？做过检查了吗？白天我带他他去社区医院检查，可是设备坏了，暂时拍不了片子。那他现在怎么样啊？现在他睡着了。妈妈，我难受。妈妈，难受。哦，那你先观察着，别着急。如果不行，明天一早马上来我们医院，正好明天我也在。那太好了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，再见。不会是我没有把伤口包扎好吧？养你这只猪有什么用？夏医生，我刚查完房，看的怎么样？这个是心超检查报告，医生说是房间隔缺失的问题，让我们办理住院手续。梁木泽呢？哦，阿泽今天有事，他先不来了。医生姐姐在是一样的。为什么他和他是一样的？不是那个意思。夏医生，有什么不对吗？稍等啊。啊，好。喂。好的，我马上过去。夏医生，是不是小军的病有什么问题啊？要不然这样，你把报告单先给我留着，你们先去办住院手续。等我忙完了，我去病房找你们。好，我不住院。小军，小军乖，等你治好病了，就可以早点回家啦。我没病。哎，小军，你干嘛呀？都是因为你，梁木泽不要我们了。罗小军，你怎么说话呢？越来越不像话。夏医生，不好意思啊，他今天有点不太对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没事儿，你们赶紧去办住院手续吧。好好好，走。怎么回事？好了。小军，妈妈跟你说啊，以后跟大人说话不能这么没礼貌，知道吗？我不住院，你让梁木泽来接我们吧。我要见梁木泽。你得听话。等着我。你好，我们办住院。张老师，您就让我协助您的手术吧，我都已经做好准备了。病人的检查报告都发了吗？发完了。啊。田勇的伤口恢复良好，我已经替他换过敷料了。哦，通知他下午归队疗养吧，定期来检查就行了。老师，那个心内科的李娟医生，您熟吗？说事，怎么了？他刚刚收治了一个病人，叫罗小军。根据他左心室偏大的程度，我怀疑不仅仅是单纯的房缺，可能之前介入的手术方案需要做一些调整。这是他的心超报告。心内请求心外会诊了吗？没有。事实上是李娟医生根本就没有给他做进一步的检查。那你告诉我是想让我做什么？您可以过去看看他吗？心内受治的病人，他们没有请求，我们不好插手。可是医院的规定。行吧，我就办手术了。不，张老师，别跟着我。本来我有机会说服他让我参加手术的。
喂，梦真姐，你稍等，我马上就过去啊。不是的，夏医生，小军他不见了。什么？罗小军，罗小军，罗小军，他都不在，能去的地方都找过了呀，这孩子真是去哪儿了？在这儿。小军，怎么了？小军，小军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。小军，我看到爸爸了。小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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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！送医院吧。患者多次在当地就诊，均考虑其肺动脉高压为房间和缺损所致，最终临床医师通过结合 CT 检查确诊。梦真姐，我们找到小军了，这会儿刚到医院楼下，准备去心内住院部。好的，我马上过来。老师，曾经有过一个病例，心跳报告只是单纯的房缺，但是 CT 进一步检查之后，挺好的，多级病例对你有好处。所以小军也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啊。什么情况？什么罗小军？就是心内那个夏初，我已经做了3台急诊手术了，16个小时了。最后一个病人上手术台的时候，心跳已经成了一条直线了。我们3个医生轮流给他做心肺复苏手术，他们摁几下我穿一针，摁几下我穿一针，我就想在股动脉给他支个管，但是他的动脉已经完全瘪了，我找不到，我一点都找不到，我找不到。老师，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，我累了，别跟我说这些，我想休息一会儿。可这一切不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吗？救命，不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吗？我累了，菜鸟。夏医生，怎么样？都已经安排好了，明天进行手术。好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夏初，你说实话。我怎么了？我们病人家属需要了解孩子的真实情况。夏医生，是不是小军的病有什么问题啊？不是，是什么不是？到底是不是？你那么凶干嘛？我只是一个住院医，我能说什么？你能说什么问我啊？说你该说的。只是，我也不是很确定。那就赶紧确定，好吗？你是医生，如果你都不能让我们清楚了解到孩子的病情，你不配做医生。梁木泽，你够了！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？作为小军最重要的人，你除了让他感到不安，担心你随时都会离开，再也见不到你之外，你为他做过什么？他的病情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，你觉得你自己没有一点责任吗？如果你觉得我不配做一个医生，那你就更不配当一个父亲。哎，夏医生，
其实小军的病比你想象的更严重。你在干什么？夏医生说小军的病情不单单只是房间科缺失的问题。你要听他的。我们需要了解孩子的真实情况。对，我觉得应该再做一个 CTA 的检查。你只是心外科的一个住院医，无权干涉我的诊断。是我让他过来的。李医生，过来一下。过来一下。把病人资料我看一下。心超显示很清楚，就是房缺导致的肺动脉高压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可是芯片上看，房缺缺口不算大，从房缺发展到肺动脉高压，那病程得10多年呢。你真的确定？也许有例外吧。不能也许，你必须用数据告诉我，它就是那个例外，或者不是。啊，这样吧，现在你们心内请求心外会诊，没问题吧？你是上级医生，你决定。OK。你好，我是心外科副主任医师张一驰。我们打算对孩子进行进一步的检查，来确定他的病情。会不会很严重啊？只有检查之后才知道了。李大夫，麻烦你赶紧申请一个 CTA 的申请单。好的。别忘了通知一下影像科，急诊查啊。小朱，申请单出来之后，你带病人去一下。是。别太着急。你是对的。房间隔缺损，合并左下肺动脉异常，起源于降腹动脉。心超看的不是很清楚，可以肯定的是，介入手术方案也做调整，比我们预计的要复杂得多。不过还好，幸好提前发现了，可以做好充分的准备。这样吧，家属那边我去沟通，你回去补个觉吧。老师，谢谢您肯帮我。说实话，我不是在帮你，我是在帮一个叫张一驰的菜鸟。当年他和你一样，觉得医生就应该是治病救人，天职，所以每天查房、值班、写病历、上手术，不知疲倦，真的不觉得累。说实话，要不是昨天晚上，我都快忘了他长什么样了。谢谢你。老师，但是你给我记着啊，以后千万别在私下接触病人和家属，千万别再给我招惹一些莫名其妙的麻烦。嗯。否则的话，你就甭想上我的手术。明白。再见。